书接上文，上回书说到，丁卯夜审王掌柜当晚，胡总管来警局看望丁卯。老胡离开后，丁卯发现王掌柜离奇溺死于汉牢牢房之中。郭德友前来，经过一番推断，告知丁卯已经断出真相。肖兰兰查出玄武铜像出处，得知丁义秋、胡海江、郭纯20年前带兵剿灭了一个叫做魔古道的邪教组织。小河神利用丁卯伏法的假消息，逼出杀死王掌柜的真凶胡总管。胡总管对于杀人事实供认不讳，但却不愿透露半点杀人动机。与此同时，老河神郭纯失踪，这才引出来郭德友破案，胡海江认罪，冯二马、陈氏码头、漕运商会要文斗医生门。江湖科学，拳脚，真相，水性好，法医，神婆，记者，身子骨弱，特别警探，娘，市政府秘书长，超凡绝伦的人中龙凤，大少爷，就是个跳大神的，天津小姐。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有钱有势有什么用啊？眼里揉不得沙子，还行吧，通情达理。怕个杂，开什么玩笑？不交情。有线索了。德意志，神调一门，大新闻。漕运商会，师傅，我操！父亲，不惹事儿。不怕事，推理正确，青梅竹马，天津百姓听好，郭德友，河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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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0横长，无遮智慧眼，还请神明垂念我。三宝三根本即缘起性，无其真实之力，明取舍。仙姑，有人捣乱，莫怪我。要何折来，我应承。郭二哥，你怎么才来找我呀？哎，你找什么呢？仙姑，我师傅跑哪儿去了？郭老纯不见了，不然我也犯不上来问你啊。二哥，郭叔从来没来过，我妈不知道。没来，那他还能去哪儿啊？郭叔有老爱喝酒的人吗？就你妈呀。赌档呢？见天说钱不够呢。难道有相好啦？大凶，四上、四中、四下，众凶卦。此乃
阴相也，何里要出事儿？怎么样，红牌护卫，谁敢惹我？你就踏踏实实出国，多学本事，多长见识，添上一块读书的料，比我强多了。商会这边有我呢，肯定稳稳当当的。你就好好学东西，什么心都别操。哎。 等你回国了，咱再把商会开到外国去，怎么样？天明哥，你也别整天打打杀杀的了，啊！哼，曹营的地界儿，天天有人惦记。我是红牌护卫啊，我不打，明儿叫人给占走了。行了。 全天津，谁能打得过我？胡婶儿，你放心，商会不会让胡叔受委屈的。天明和胡叔都是为了漕运商会，只要漕运商会在，就有你们一天吃的。少爷。 这话胡婶担不起。我知道，胡叔的事儿是我考虑迁就，可是这日子不还得过下去吗？自打天明走了，我就没过过好日子。走的时候，好端端的一个人。 回来的时候，手脚都凉了，被人看的身上没剩下一块好地方。后来，我就没跟老胡正经说过话。我一看到他，就想起天明。 来呀！是我们商会对不住胡家，
是我对不住您。胡海强，作为商会管事儿的，我不挑理儿，舍小家为大家，都是为了顾全大局。但他作为一个父亲、一家之主，我埋怨他。说句不该说的话，我一直觉得少爷您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在这世上过活，欢喜快活都只是一瞬的事儿，愁苦烦恼才当真要陪着你一辈子的。少爷，爹也不说话。咱们的人在医生门的地盘出事了。贵爷，苦主，儿子，漕运的人，这不是义生门的码头吗？谁干的？担着人命的自己给我滚出来！哎呦喂，这世道变了啊！这于四成了漕运商会大当家的了啊！退疯子，我的人死你地盘了，今儿你要不给我一说法，我把你这儿拆了。关我屁事！要泼脏水去别的地儿，少他妈跟我这儿撒野！兄弟们，不让！不认账啊？莫非这医生们打算易主了？嗯，易主了？这他妈屎盆子谁敢接呀？啊！想干嘛？想干嘛？老大死了，老二坐牢，少东家不管事儿。你们漕运商会亏心事儿干多了吧？犯了河妖，遭了报应，自己积点德，赖不得别人。你这么……漕运商会是我们丁家的买卖，那么漕运商会的人就是我丁家的人。我父亲虽然不在了，可是我们漕运商会还在。从今天开始，漕运商会的大小事务全都算在我丁卯的头上。
你们谁手上沾了人命，给我像个爷们儿一样站出来！咱们和和气气的走法律程序，别等着让我揪出来对你们不客气。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罪人。揪吧，揪出来算你的。如果你揪不出来，无凭无据在我这码头上闹事儿，到最后你得给我个交代。今儿你们谁也走不出去。让开！快让开！紧张吧，让开！让开！哎呀，这次聊嘛新鲜事儿了？那么热闹啊！还有没有地儿让我也凑凑热闹啊？人命案子，那么说啊，看您，谁的人？漕运的人。你的地儿，可不吗？混饭的地儿。私了还是走程序啊？嗨，这是我们两家的事儿，我们自己解决。好嘞，收队。人命案，走程序。好，走程序。聚众此事可是犯法的啊！丁警官，你知法犯法，可是罪加一等哦。在义生门，我们漕运商会的人死了，我带人只是来抓凶手。信口雌黄，血口喷人，带这么多人来，还说不是闹事儿？哎，断案子讲证据啊，别光打嘴仗，给我看点要紧的。那就查出冯二马是怎么死的。啊，你干嘛？验尸啊！不成，不成。他是谁啊？漕运商会的丁少爷，这不明摆着把屎盆子往我义生门头上扣吗？再说了，副队长，您看看这脖子上的伤口，一看就是疯狗咬的，没准儿就是他们漕运商会的看门狗没管住，咬死了人，扔我这儿来了，栽赃陷害。放屁！不该就是你他妈这条疯狗咬的！哎，干嘛呢？当我不存在啊！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能不能懂点事儿啊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小子？死者为大。这么小的孩子刚刚没了爹，你们在人家尸首面前骂骂咧咧的，合适吗？义生门说没杀人，漕运商会信不过，丁少爷现在要验尸，义生门又不愿意，副队长秉公办案讲证据，大家所有人都聚集在这码头上面，但我看呀，还是解不开这葫芦案，总不能把尸体就这么晾着吧？依我看呀，这尸体还是我们捞尸队捞上来的，老规矩，先敛回到龙王庙里放着。今天你小子挺要紧，赶紧把尸体敛走。晾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不成，谁不知道你俩是师兄弟？你们这是商量好了是吧？这个，副队长，人是死在这里的，这里管事儿的人都在，死者的主家在，苦主也在，现在警察也来了，但凡跟这案子能沾上关系的，算是齐活了。可是还是断不开这个案子，现在人还不让我连走，那我就真没辙了。不然，你们两边打一架？好啊！哎！都给我放下！你瞎起嘛哄？你可不要紧。我说话没听见是吗？你还嫌事儿不够大是吧？啊？已经出了一条人命了。
崔老大是吧？人已经死了，而且一看就不是自己跳河死的。我现在确实没有证据找出谁是凶手，可是人死在你们义生门的地盘上，我带人来对质一下，这总是可以的吧？当然可以。那为什么崔老大，你要把自己撇得这么干净？难道是心虚了？得，丁少爷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崔疯子就让一步。小河神，先把尸体敛回去，等事情水落石出了，该有的交代，我们义生门一定交代。可是刚才这位于四爷又生一事儿，咱们也必须把他说清楚了。什么事儿？你们证明不了是我们的人杀，那你们带着这么多人和家伙，这叫什么？无事生非呀！刚才这位于四爷带头动刀子动手，那就是对我们义生门上上下下的弟兄们、工人们的安全造成了威胁。我如果就这么随随便便让你们走了，手底下人怎么看我？怂包蛋啊！你想怎么样？既然这是我的码头，副队长今天也在，我也不欺负你。1周以后呢，咱们在你的码头南沽码头来一场文斗，到时候甭管这案子断没断清，都算在输的一方头上，怎么样？随时奉陪。你说了不算，得听丁少爷的意思。文斗。好啊，就文斗。到时候你们可得把人带够了，别说我们欺负你们。哎，好了，哎，这不就私了了吗？这种关键时刻还得我们警局出动，不然的话肯定会出乱子。行了，这还愣着干嘛呢？赶紧把尸体敛走啊！散了，兄弟们，走吧。散了，走。散了啊！收队。你从国外带回来这洋玩意儿，一直喝不惯，进到这里面倒是喝出点滋味了。这监狱还有咖啡喝。商会都打点过了，他们亏待不了我，放心吧。你是不是有很多问题要问我？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就都告诉你。您说。不要让商会垮了。你放心。好。
你打算让我从何说起呀？魔古道。说起这个，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天津发了一回邪门的大水，受灾严重，尤其是下河哨的启明村，几乎被全部淹没。幸存的村民都染上了一种怪病，血管凸起，皮肤溃烂，只能靠抽大烟来缓解痛苦。不久，启明村兴起了一个叫做魔古道的邪门教会，教徒们相信世间存在一位圣童，是河妖的化身，能够引领世人免遭自然灾害和疫病的侵袭。为了找到圣童，村民抓遍了天津卫的小孩，逼他们喝下病人的血。他们相信，哪个孩子能活下来，那他一定就是圣童。这在当时是轰动天津的大案，老百姓都说是一场大水真把河妖给冲出来了。官府下令剿灭魔古道。那时候，你父亲还是总兵，我是副手。老百姓都说河妖得让河神去镇，全都跑到龙王庙去求郭纯郭师傅出马。最后，便是丁会长、郭师傅和我3人一起带兵赴启明村剿匪。然而，风声走漏，魔古道提前做了准备。其中有一个通晓异能之人，不知用了什么妖法邪术，竟然让我们几百号官兵如同犯了疫症一般，互相残杀，损失惨重。虽然最后剿匪成功，但是那些被掠走的孩子几乎都没能幸免。到现在我还记得血缸里泡的那些孩子。官府觉得剿匪这一仗打得不漂亮，把消息一概按了下去。通晓异能的魔古道主脑被关押进监狱，郭师傅继续回去捞尸。我和你父亲从此就离开了兵营，开始经营漕运商会。事件算是暂时平息，赶上了好时候，生意做得不错。不过10几年的功夫，把漕运商会做成了天津最大的买卖。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万没想到，这2年魔古道又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，甚至开始渗透到漕运商会内部。丁会长决心不计代价铲除他们，但这次丁会长发现，魔古道的邪术变得更加可怕。当教徒病入膏肓的时候，他们要么选择痛苦的死去，要么把肉体献祭给教主，用邪术延续生命。但他们将彻底失去意识，变得如同野兽鬼魅一般凶残。但他们毕竟还是血肉之躯，之所以渗透进漕运商会，想必也是觊觎我们控制的船运，进而掌握鸦片的货流，最大程度缓解教徒的病痛。丁会长顺水推舟，索性在鸦片中混入毒药，以此来消灭抽大烟的魔古道教徒。这么做确实偏激了一些，但只有消灭魔古道，才能解救更多的人。这件事，除了你父亲和我知道之外，我们还买通了管理鸦片馆的王掌柜。钱子贤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烟客，但仗着跟肖秘书长的关系，硬要插手烟馆生意。
还威胁王掌柜，若不照办，立即报官。王掌柜只好用毒鸦片杀死了他。但没想到，少爷您居然查到了烟馆，抓到了王掌柜，所以，我唯一确保不让事情败露的方法，只有杀人灭口。有了我们20年前剿灭他们的教训，他们这一次没敢太放肆，放弃了掠夺儿童的做法。他们想自己制造一个圣童，让临时教主和处女产下一子，再按照他们的方式把孩子培养成符合条件的圣童。是薛圆圆吧？好在丁会长提前掠走了那个孩子。可是那个孩子是无辜的。丁会长当然没有想要那孩子的命，可总得有人牺牲。魔古道已经害死了那么多人，如果真的让他们制造出所谓的圣童，我想象不到会发生什么。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源头阻止他们。那也就是说，魔古道为了报仇，然后把我爸给杀了。你的这个想法是我跟你父亲所预期要达到的效果，但我要告诉你的事实是，丁会长是我杀的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这是最理想的办法。我不想变成怪物，更不想死在外人手里，更何况我还杀过那么多人。但你这也是为了救别人。那个孩子是无辜的。先把船开到启明村附近，把玄武神像搬到船上，然后再把船开到荒无人烟的大海上，用铁链把丁会长和玄武神像绑在一起，然后连人带玄武神像一起扔进水里，再把海船开到拜河大殿的附近，解开铁链。为什么一定要在拜河大典那天？当年我们剿灭魔古道后，将余孽在玄武像下处死，求玄武大神能镇住河妖，保佑海河平安。在抢夺圣徒的过程中，丁会长受伤，我们才知道魔古道的病毒会通过伤口传染。丁会长只好出此下策，想要用自己的死唤起大家的清醒。试想当年带兵铲除河妖的人，竟然被绑在镇河妖的玄武大神上，溺死在河底，这必然会被当作是魔古道报复杀人的行为，如此便能警醒世人，
也让更多的江湖义士能够意识到，蘑菇岛已经卷土重来。所以王掌柜败露之后，我才费尽心思把他伪装成淹死在牢中，也是为了把矛头指向人们口中的河妖蘑菇道。丁会长这么做，就是想让所有的恩怨都了结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，只想把一个干干净净的商会交给你。如果曹云商会过去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，那丁会长和天明的死，还有我现在的境地，应该足够偿还了吧？少爷，接下来曹云商会就靠你了。一条河要流向哪里，由不得自己，最后都是被水推着走，有可能最后汇进了大海，有的也可能在哪个看不见的山沟里就干枯了。郭爷，郭爷，郭爷啊，哦，怎么了？尸体放好了。啊，我看着呢。这尸体就这样放着不管了？哎呀，等漕运商会和义生门斗完了，自然会有人把尸体连走。郭爷，您用不用验一下？怎么验啊？这尸体死得这么蹊跷，要不要请老郭爷辨一下？师傅走了。啊，走了？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还把烟杆子留下了。我这正焦心呢。郭老爷子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现在天津地面不太平，你们都留神点儿，让兄弟们去老师傅经常去的几个地方打探一下，他最近都见了什么人，做了什么事。泥鳅，嘿，把消息放出去，说老何人失踪了。这天津卫但凡能提供点消息的人，咱捞尸队日后必有重谢。得嘞，去吧。嗯。
哥，吃饭。哟，丁会长敞亮啊！你知道吗？这一大早是人最重要的时刻。你说的是一天之计在于晨吧？我说的是，这早饭一定要吃好。买了挺多的，你多吃点啊。吃多吃少是一回事儿，最重要的是吃好吃歹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拿天津的早饭来说，果头配豆浆，糖皮儿就面茶，这一般人都清楚。就我知道，稍微有点身份的人呐，这硬煎饼配果子一定要加2颗笨鸡蛋，这软大饼加果粒炸一定要配能捞1瓶豆皮的大锅豆浆。这如果再有点身份的人，就比如说像您这样子的，那就更得讲究了。所以说呀，什么样的身份，做什么样的事儿，吃什么样的饭。对啊，在漕运商会也是这个理儿啊。哟，怎么讲？